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唐片日記啊 K， 一個德國 working holiday 緊嘅香港人。咁今集咧就會分享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購買方式啦、使用方式同埋注意事項嘅。咁另外咧亦都會分享凡爾賽宮同埋羅浮宮嘅門票購買同埋預訂方式。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咁就要請翻落去啦。咁我哋即刻開始。咁一開始呢，我哋就快速介紹一下究竟乜嘢係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啦。咁顧名思義呢，佢就係一個通行證啦，可以俾你喺指定嘅時間之內任意參觀巴黎嘅60幾個博物館。當中最著名嘅呢，就係包括凡爾賽宮、羅浮宮、奧賽美術館呢一啲嘅博物館。除咗可以慳錢之外呢，佢亦都可以節省排隊嘅時間。而如果想知道呢個博物館通行證究竟具體包括啲乜嘢博物館呢，亦都可以去到官網。喺紅色上方嘅選擇欄度揀第一個 The Pass， 咁滾動到最下面呢，就會見到有一個 PDF， 咁裏面呢，就會清楚寫明巴黎博物館通行證所覆蓋嘅博物館同埋景點。咁佢亦都有分巴黎市中心內嘅景點啦，同埋非巴黎市中心內嘅景點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呢，亦都有分兩種，分別呢，就係紙本版同埋電子版。而我哋今次旅程買嘅呢，就係喺官網上面購買嘅電子版，原因呢，就係紙本版需要喺指定嘅售票點購買，例如係指定嘅博物館、奧利機場、戴樂高機場或者係迪士尼樂園等等。但係網上嘅版本呢，就簡單好多，只需要喺網上付費之後呢，去電郵度就可以收到你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啦。而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喺時限方面呢，亦都有分3種，分別呢就係48小時、96小時同埋144小時嘅版本。咁我哋今次購買嘅版本呢，就係48小時，即係2日嘅版本。咁價錢呢，就係62歐元。購買嘅方法亦都好簡單，首先去到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官網，咁連結呢，我亦都會放喺 info box 嗰度。咁右上方呢，就可以選擇你想要嘅語言啦，咁我哋就揀翻英文。之後呢，就點選紅色最上方選擇欄 Buy 嘅按鈕，就點選第一個選項 Online， 即係網上購買。之後呢，就滾動到最下面啦，咁佢呢就有唔同種類嘅，再選取翻要購買嘅數量啦。例如我哋今次係48小時一個人嘅話呢，咁我哋就點選一張之後呢，就撳 Next， 跟住呢，就根據佢嘅網站指示輸入翻個人資料，咁例如係佢哋嘅名。成功輸入信用卡資料付費之後呢，就會嚟到一個購買成功嘅頁面，咁你就可以點選即場下載你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呢，或者係可以去到電郵。電郵嘅附件呢，亦都可以揾到你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咁佢外貌呢，就大概係咁樣嘅。咁可以見到附件入邊呢，亦都會印有你嘅名字啦，同埋一個條碼嘅。咁呢個條碼呢，就要喺進入博物館嘅時候俾職員掃描就可以啦。咁亦都需要注意啦，就係佢哋嗰個計時方法呢，係由你進入第一個博物館開始計起嘅。即係例如我係購買48小時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咁就會由我參觀第一個博物館掃描我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條碼嗰一刻開始計嘅48小時內呢，呢一張通行證就會生效噶啦。例如我係喺星期一下午1點去進入第一個博物館，咁即係話呢，我係喺星期3嘅下午1點之後呢，就唔可以再使用呢一張嘅通行證。而另外呢一張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呢，亦都係記名啦，所以唔可以轉讓俾其他人啦。而每一個地方呢，就只可以去一次嘅啫。而有一啲地方呢，即使你買咗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呢，亦都係需要預約先可以進入嘅。而有一啲博物館呢，就唔需要經過預約就可以入。咁我之後呢，亦都會講解。跟住落嚟呢，就會教大家點樣預約博物館，同埋分辨究竟邊一啲嘅博物館係需要預約或者係唔需要預約嘅。咁如果想知道乜嘢博物館係需要預約嘅話呢，就要去到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網站，喺紅色選擇欄上方呢，就點選 Help 呢個掣，咁就點選第一個 Reservation 預約嘅選項。咁可以見到呢度就列明咗究竟係邊一個博物館呢係需要一定預約先可以進入嘅。咁喺呢度呢，就顯示有8個博物館。而呢8個博物館呢，分別就係羅浮宮、橙樹博物館、監獄聖禮拜堂、凡爾賽宮、海軍酒店、建築遺產博物館同埋猶太歷史藝術博物館。咁我哋等陣呢，亦都會分享羅浮宮同埋凡爾賽宮嘅預約程序。咁預約呢，亦都係唔需要付費嘅，咁你亦都可以選擇預約咗先啦，或者係買咗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先。因為博物館嘅預約呢，如果你發現有時間嘅改動嘅話呢，亦都可以更改時間或者係取消。
咁預約嘅方法呢亦都好簡單，首先去返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官網啦，咁我哋去返上方嘅紅色選擇欄度揀 Help， 跟住再揀 Reservation 呢，再搜尋返我哋需要預約嘅博物館。咁我哋如果想預約羅浮宮嘅話呢，咁就係呢一個第一個揀選 To Book。咁右上角呢就可以揀選你嘅語言啦，咁佢亦都係有中文可以揀嘅，選擇參觀嘅日期同埋時間，亦都要注意羅浮宮呢就係逢星期一就閉館。咁跟住呢，就揀選有幾多個人係持有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咁揀選同意佢哋嘅銷售條款呢，再去撳確認訂單。咁呢個時候呢，佢就需要你去註冊一個嘅賬戶啦。咁如果你係冇賬戶嘅話呢，就點選註冊，之後呢，就跟網站嘅指示輸入翻自己嘅個人資料啦、地址啦同埋密碼，輸入需要參觀嘅人嘅姓名之後呢，就點選支付。完成之後呢，可以選擇即場下載佢哋嘅門票，或者你亦都會喺電郵度收到。而如果你冇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呢，咁你就需要去到羅浮宮嘅官網，左上角可以選取需要嘅語言，跟住點擊右上角嘅 Tickets， 再點選第一個選項 Individual Tickets for the Museum， 揀選需要嘅參觀日期同埋時段。之後呢，就揀翻第一個選項啦，咁就揀翻你要嘅人數，跟住就撳 Confirm， 跟住就選擇同意條款，再撳 Confirm， 亦都係嚟到登入頁面啦。咁如果冇賬號嘅話呢，就要撳 Sign Up 去註冊一個賬號。註冊完成之後呢，就需要輸入參觀者嘅名稱，之後呢，就再撳俾錢，就會轉跳到信用卡嘅付費頁面。付費後呢，就會轉跳到羅浮宮嘅頁面啦。咁你就可以選擇即場下載你嘅預約門票。又或者係喺電郵呢，亦都會收到你嘅預約門票。如果想更改行程嘅話呢，就點選右上方嘅藍色嘅圖標啊，然之後選擇 My Orders， 選擇翻自己想要更改嘅行程之後呢，就再撳呢一個嘅箭嘴，咁你呢就會發現到佢呢就會有唔同嘅按鈕啦，包括就係改時間啦、改名啦，同埋取消呢個按鈕，亦都可以下載翻預約嘅門票。咁我呢一個呢，就係一個示範影片嚟嘅，咁呢個門票呢，我之後都會取消翻。入場嘅時候呢，就需要先喺預約嘅排隊隊伍度出示咗預約證明先，去到入到去羅浮宮之後呢，先至再出示巴黎博物館通行證。而嗰個預約書呢，就應該會係咁樣嘅，佢亦都會有個 QR code 喺上面。跟住落嚟呢，就分享一下凡爾賽宮嘅預約程序啦，咁亦都係相近嘅。首先去返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網站啦，喺右上角撳返 Help Reservation， 然之後呢，我哋就揾返凡爾賽宮啦。凡爾賽宮呢，就會係網站嘅第4個選項，呢個黃色嘅 icon， 咁我哋都係點選 To Book。去到凡爾賽宮嘅官網之後呢，可以喺右上角選取翻要嘅語言，咁佢就只有英文同法文，咁我哋就揀翻英文，跟住就揀翻需要參觀嘅時間同埋日期，咁跟住呢，就要揀翻適合嘅票種啦，咁呢個位就要特別小心，咁因為我哋係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使用者啦，所以應該係選擇第3個即係 Free Admission 嘅選項。跟住就選取翻人數啦，咁我就係1個人嘅話就揀1，之後呢，就再撳 Check Out 就可以啦。跟住呢，佢亦都會問你需唔需要加錢去購買 Audio Guide。如果唔需要嘅話呢，直接撳 Continue My Order 繼續就可以啦。咁跟住呢，佢亦都會要求你需要登入啦，或者係註冊一個新賬號。咁亦都係跟佢嘅指示輸入翻晒所有嘅個人資料之後呢，就可以撳繼續。跟住呢，就再輸入翻參觀嘅人嘅名字。再撳 Confirm 咧，就可以完成預訂噶啦。咁你亦都可以選擇即場下載你嘅預約門票啦，又或者係你喺電郵都會收到你嘅預約門票嘅。咁如果冇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話呢，預約亦都非常之簡單。首先去到官網之後呢，網址我亦都會放喺 Info Box 嗰度，跟住再喺右上角度選取你需要嘅語言，選擇 Tickets， 跟住再選擇所需要嘅門票種類。咁第一個選項呢，就會包含一啲額外嘅收費項目。如果你淨係想參觀皇宮嘅話呢，咁就揀第2個就可以啦。選取需要參觀嘅日期同埋時間段，再選取門票種類。咁如果冇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嘅話呢，咁就會係第1個 Full Price 嘅。選取完數量之後呢，就可以撳 Check Out。亦都會有一個選項啦，問你需唔需要 Audio Guide 嘅。咁如果唔需要嘅話呢，就可以撳繼續。網頁就會轉跳到登入嘅頁面。如果有賬號嘅話呢，就可以直接登入；如果冇嘅話呢，亦都可以根據指示輸入個人資料，跟住點選繼續就可以啦。輸入翻參觀者嘅名字之後呢，就可以撳確定，之後呢，就會轉跳到付費嘅頁面。
咁凡爾賽宮呢，就唔同羅浮宮啦，咁你就冇得之後再改時間或者改名嘅。完成付費之後呢，就可以選擇即時下載你嘅門票啦，或者你亦都會喺電郵度收到你嘅門票。而預約門票嘅樣呢，就大概係咁，亦都會有一個條碼喺上面。使用嘅方法亦都係同羅浮宮一樣，首先去到門口指定嘅排隊處排隊，喺門口展示俾職員睇你嘅預約證明。入到去之後呢，需要再俾職員掃描多一次你嘅巴黎博物館通行證或者係你嘅門票，咁就可以啦。咁總括而言呢，我亦都認為巴黎博物館通行證係非常之抵嘅。而今次嘅旅程呢，我哋就一共參觀咗4個地方。如果按翻正常嘅門票收費價格呢，總共就要花費75歐元。但係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呢，計埋手續費，亦都只係需要64歐元。咁即係話喺博物館門票方面呢，我一共就俾少咗10歐元。所以我認為巴黎博物館通行證呢，亦都係非常之值得購買。咁今集嘅躺皮日記呢，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嚟緊會去咩地方，同埋有啲咩交通資訊嘅 update 嘅話呢，亦都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咁如果大家係諗住嚟巴黎旅遊嘅話呢，我之前亦都有出到一啲巴黎嘅旅遊 vlog 同埋一啲交通嘅買票攻略。如果有興趣嘅話呢，亦都可以睇下。如果我嘅影片有任何錯漏嘅話呢，亦都歡迎留言指正。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嘅話呢，亦都可以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